Hello， 欢迎再次收看《这样玩》。那吉米哥，圣诞节快乐！不好意思，太好笑了，因为他刚刚讲了个笑话，我笑点低。对，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因为我们这支影片呢、真的很谢谢吉米哥，这是我们 Ionic 的一个很棒的圣诞节礼物。那我们为了这一次的一个主题，我们筹备了已经，我们半年有了，对不对？大概快将近半年有了。对，半年。我跟你讲，我上一台车 Ionic 500P， 那时候我购入2年嘛，然后后来换成5N 之后，真的也很谢谢吉米哥，就是帮我们找到了韩国的原厂料件，因为我不想要土炮改，我觉得很多时候原厂的东西材料，还有包括电脑的编程啊、逻辑，其实我相信吉米哥他们这边都有办法完成我们的愿望。其实我要补充一下，好，其实你会觉得总量很像很多，不过其实它的总量 Ionic 外其实并没有这么多。对。那要外厂去做副厂件，对的第一条件是量够多。对，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厉害找原厂件，而是真的没有外厂件可以做。这是很闹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一台车 Ionic 啊，它很奇怪，它400、500、600这个型号，它把弹跳手把这件事情，它把它阉割掉了，把它拔了。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在使用上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我以前开 Tesla， 然后我开 Tesla 的时候，我不会去开这个手把。然后我还去改这个手把，那时候我们那一代手把还有气氛灯，对不对？我们那时候手把自动感应手把。不过所有的特斯拉都不会跳了。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其实它的 P 版有给你弹跳是多给你的啦，对，不能说它拿掉了。我觉得很有尊荣感，你知道吗？对。但是而且我还是很怀念那时候改完之后，我的手把是有灯的 ，Ionic 的手把是有灯的，但是也被偷掉了。那我们今天来特别说明一下今天的自动感应手把。请问一下，这个自动感应手把它需要用原厂的电脑去做编程或开通吗？它需要一些电脑的过程去做一些电脑安排。对，所以其实这个弹跳手把并不是说我买这个料件回来，我装上去我就会自己弹跳手把。恐怕没这么容易，因为弹跳手把它毕竟是在我们 Ionic 5的高阶的 P 版上面才有可以使用。那我们使用的又是正韩国原厂的这个料件，所以其实当然不若我们一般在改装的外厂件上去电通的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容易，比较不适合 DIY 做使用，因为每一步的连结都必须与原车电脑去做相关的连结。你只要一个步骤一个 moment 你做错了，你的电脑大概就是会挂掉，可能那个当机坏掉。对，所以其实我们在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征求义勇军嘛。那有这个意愿的车子来借我们去做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很担心把人家车子去做损坏这个状况。因为我发现你除了帮我们弹跳手把之外，这一台车好像也会自动上下锁了。对，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因为诚如像你这么常来我们这边，你大概知道说，我们在今年的4月份，其实跟一个韩国的一个厂商，它叫 AP 嘛，一个欧巴。那呢，他们其实是在韩国专门针对韩系车，现代跟 Kia 在做改装品的一个研发开发的一个公司，的台湾总代理权把它给签下来了。那所以呢，开始陆续引进 AP 的很多韩国车用的这个产品。其实一开始的动机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Tesla 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对，因为我开特斯拉的时候，我就很习惯，它自己会熄火、会发动、会自己离车上下锁，甚至窗户升降。对，我觉得就是开韩国车的时候，我完全没办法适应这一点，所以那时候我常常没有熄火放整个晚上，所以没有熄火放整个晚上，我整个也傻眼掉。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科技始终来自于人的惰性。没有，我觉得台湾人都非常的敦厚善良。我车子就放在外面，一整个晚上没熄火，没人开走。我跟你讲，你电车就算了，我自己开我们家那台油车，我也常常钥匙放身上，等一下车之后就这样子进家门或者是过了一下才想到，才发现啊，对哈，我车子不止没锁，我连火都没熄。对啊，所以就是开始。因为你过去也开过 Model 3嘛，那其实我现在还在开 Model 3，所以其实我们被特斯拉的一些功能所制约了。没错，那被教育的很好。对，但是制约其实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它是让我们人类进步的动力嘛。对，所以就开始去思考说，那我们其他的车型或车种有没有这个同等功能或改变的可能性？那我们就跟韩国的欧巴开始讨论，就在最近补装回来，对啊，于是就在11月多的时候，我们欧巴就一声不响的就突然跑到台湾来，
说哎，我到台湾喽，在就碰面的时候，他说哎，他们开发出这个商品了，是，所以我们便开始这个如火如荼的开始把这个商品实际的去装在我们的韩国车上。那当然，我们第一步就是装在 IONIQ 5上面，而且我们特别选了400这个型号。对，因为400诚如大家所知道，它是功能性上面是比较少的，对，它功能性是比较少。对。那以像我们这个上面所加装上去的这个离车会上锁，然后靠近会解锁，自动感应晶片。对，这种自动感应晶片呢，各位不用担心，它不是淘宝来的，也不是，其实大陆来的也没什么不好，坦白讲，因为现在很多改装件是大陆来。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这个晶片是韩国研发，而且正韩国制造。是好。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遇到有人说，哎，帝博装的那个是大陆件，帝博装的是淘宝件。我再次强调，如果再有这种耳语的话，我们一定不会姑息放过，因为我们完完整整从韩国进来的报关文件、产地证明，完完整整。我知道。如果说我们是淘宝货的人，等你来找我。对，因为我常常来帝博。推着老板帮我去研究很多东西，因为我都会跟他许愿说，我们车有需要些什么东西。那中化有没有？对啊，敲完很久了，已经有一根毛出来了。可以很多毛嘛？可以，蛮多硬化的。这个我们在努力当中。这是一个感觉问题啦。其实因为我们上去就通风仪打开嘛，对，然后就是可能安卓机看一看，然后其实真的就是也不太需要去一直做设定。对。那中文化这件事情是真的插上去，然后就转中文化系吗？没有，它是需要一个硬体的模块。哦，装上去之后，然后再借由我们电脑去把这个功能做联动、连接、开通。了解，我们就登的好消息，然后马上来开箱。我们今天的主题：弹跳手把跟自动感应。我们现在开始测试一些状况剧，让各位车友知道说，它这个就像我们 N 版、P 版一样，我的遥控器我放在手上，我完全不要动它，放在口袋里面都没有关系。那我们靠近它，仔细看一下它的门把。那我们靠近它，有没有门把？这时候就弹起来了。然后我们的 N 版跟 P 版一样，它弹出来之后，我们一样不要开车门。这时候没有发动，没有开车门，我人离开的状况下，它等下一样上锁。好，我现在人离开的状况喽。好，要离车子一段距离，然后一定的秒数。好，有没有看到？它刚刚自动上锁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又突然靠近车子了，这时候它不会马上弹开手把，因为电脑这时候它还没有进入一个循环。好，这时候我可以用什么方式？遥控器，或者是我按一下这里400、500、600的车种呢，它的手把其实按下去这一个方块它不是触控的哦，它里面有一个弹压点。你这样点下去之后，手把就会按到这个弹压点。来看一下哦，我们400、500、600的车子啊，按这个手把的时候，其实它是去按这个弹压点。好，那很多车友会问我们说，那这时候可不可以直接把它推回去？其实是可以的。来，大家看一下，这是状况2，它自动解锁了，对不对？自动解锁之后，我用遥控器按上锁，按上锁之后，我人要离开哦，我都没有开车门，我人离开。好，那我这时候我再度再走回来。好，只要电脑它经过一个循环之后，我们原厂的料件经过一个循环之后，它一样会支援继续开锁，那很多营业车的车友，都会问我一件事情，我现在发动。好，我现在进来之后，好，我先发动车辆。好，这个时候啊，我的遥控器放在这里，我现在发动了，我按上锁，它就上锁了；我按解锁，它就解锁了。好，那我现在是 P 档的状态嘛？那很多车友会问我说，那如果我现在是开锁的状态，我录了低档，好，你看我录低档，车子一样自动门把就上锁了。那这时候能不能开锁？因为我营业用车有时候是开着 iPad。好，我现在在 iPad 的情况下，我没有录 P 档。那乘客要上车，亲友要上车，我按了解锁，它一样会开锁。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太棒了。好，那我现在按了 P 档，
它一样就开锁了。坦白讲，400、500、600车友看到这件事情会很开心，因为这就是跟 N 版跟 P 版一样，而且你不用花那么多钱，不要花了动辄几10万出来。我们现在发动中，钥匙在这，然后我先模拟人离开，然后忘记熄火，然后遥控器带走。它就出现了一个，遥控器不在车上的提醒，在这里。我现在熄火喽，我现在按下熄火键。好，我现在熄火，然后人离开，打开车门之后，我的仪表板就会全黑喽。好，打开，人离开，很好。好，我们后退。好喽。我现在都没有碰任何的锁头，我人离开，越退越远，越退越远，自动上锁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Ioniq 车主这2、3年来很不贴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忘记锁车门。我跟第一波老板他研究了很久，其实我们在这个弹手把的外壳，我们是沿用原厂，就是你原车料件的外壳，而实际上我们去做新增的地方是在车子里面的晶片跟马达。很多车友会问说，那个锁里面的车门锁，它会不会有任何的安全疑虑？不好意思，我们都没有动到这个区块，所以你里面的锁是原车的，实体钥匙也是原车的，并不在我们这一次新增的弹跳手把里面的料件。车友会问我说，升级这个东西会不会破保？我坦白讲，所有的升级它一定都会有破保的风险，但我会觉得这个弹跳手把它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不管是任何小朋友啊，老婆啊，不熟悉电动车的亲友，甚至营业车的客人，那他没有坐过电动车，他不知道怎么拉它嘛，他不知道大拇指点这里，然后再按它，他不知道。所以这个手把我们真的研究了很久，也用了原厂的料件，我们尽量把所有的风险跟疑虑都降到最低等。那很简单，如果真的未来你的车门要去出保固，其实我也不知道车门会出什么保固啦，通常就是外面钣金受伤什么之类的。如果真的未来你真的需要出保固的情况下，那你可能真的还是需要回来地博把这些电线、电源去把它做移除掉，因为毕竟你的车子本来就没有弹跳跟自动感应这件事情。只要是我们的 Ioniq 车的车友5跟6。都可以装自动感应晶片。好，不好意思，我自己的5N 不行。5跟6都可以自动感应晶片。弹跳手把的部分目前只有开发成功 Ioniq 5、400、500、600这3个型号。下面一样会有我们的团购链接导购。这次的价格真的很佛心，因为我以前再怎么查都要破4万，这次连感应晶片加上去了。头批才3万以内，真的超优惠。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因为毕竟它是韩国的厂商去开发很多，所以连 EV9 我们都成功了。OK， 我们现在来拍 EV9 Kia 的 EV9 GT Line 的版本，一靠近它就自动解锁，一样自动解锁。这个功能是原本车子就有的。好，我们现在关起来，一样按这里，所以手把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没有更新到。来，我们现在它弹起来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开车门。开车门关上去，好，我现在人离开哦。EV9 这个比较特别哦，它比较特别哦，你看哦，它等下还是会上锁，有没有？它还是会上锁。那我现在做一个状况剧，就是我先把车窗降下来，车窗先用遥控器先降下来。好，我现在开门了，对不对？正常来讲的话，我远离车辆一定的距离，大概2公尺左右。它的窗户会自动的做升降，也包含自动手把会收回去。好，那这个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状况是什么？好，我现在靠近它了，我现在解锁，因为我现在很快速的靠近它，电脑的 recycle 还没结束，那我现在自己手按开锁。好，关起来。那一样降车窗的情况下，我现在开车门，然后窗户在这里。那我现在人一样往旁边一点点站，我并没有整个离它太远，
你们有没有发现它上锁了？但是上锁的情况下，窗户它并没有升起来，所以 EB9它的感应套件更加的智慧。同样的，大家的车型都会有自动的解锁跟上锁。那像我们高阶车种本身就有解锁的功能，它就只剩下上锁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是倒车打 R 档的部分，这几个都是这一套的自动感应晶片厉害的地方。OK， 喜欢我们的影片，订阅我们，一定要按下小铃铛追踪我们。资讯栏的部分我会放下这一次的团购电车导购链接，也有我们的赖社群，记得欢迎加入哦，拜拜。哇，谈嘞！嗨，圣诞节快乐，各位！新年快乐！等一下，再一次，等一下，不是我刚刚被呛到，这是我们的金哥，新年快乐！等一下，再一次，等一下，再一次。